这点雕虫小技还想报仇？花王，你怕不是还在梦里吧？无限恐惧。传命，快！你们是？严乔乔你好，我们是风渣的朋友。风渣。花王，还有那几个人类，竟敢夺取本尊的身体和力量，这笔账一定要清算。就是这里了，这就是我在无声的记忆里看到的地方。我老妈就是在这儿被人变成石头的。那照这样说，曹彦兵的妈妈应该就在这些石像里。还有风渣。我们之前在雪国花谷封城里都没有见过他，他大概率应该是在这月宫里。如果越王对他下手的话，很有可能已经……只有打败越王，才可以解除石化。一会儿见到越王，我打头阵，能克制越王的封王之力正好在我体内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出风渣。前面就是越王所在的晨星宫。严巧巧体内虽有封王之力，却也顾不了太多人。一会儿，你们一定要小心越王的那双眼睛。岂有此理！花王，你究竟要为了蝼蚁一样的人类，再次挑战本尊到何等程度？我记得你。10年前，你擅自带人闯入我的月宫，可惜，除了你自己侥幸逃离之外，全军覆没。不过，区区一名人类，还劳越王挂念，实在惭愧。少废话！如今你还敢出现在本座面前，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纠正一件事，我会出现在这里。不过就是解开了你们的课题，继续未完成的计划罢了。狂妄！这次你的人只会和上次一样，可是不同的是，你不会再有机会逃出去了。越王，这话别说得太早。这次我派来的人，可是和以往大大的不同。要不？我陪越王在这对弈几局，咱们拭目以待。
我凭什么要等，而不是现在立刻把你变成石头？我也喜欢下棋，了解无人对弈的滋味，当个神明的感觉很寂寞吧？警告你，别妄图窥探本尊的心思。别那么生分嘛。记得上次我们相遇的时候，你还夸我棋艺不错，是个很好的对手呢。怎么，堂堂神明，该不会连盘棋都不敢和我这个凡人下吧？有意思，的确和别的人类不一样啊。好，本尊就陪你对弈一局。可是如果你输了，规矩我懂，会被你变成石像吗？人类报上你的名字。皇府龙斗，请赐教。这一局，你我都无法取胜，要不就和局吧。越王意下如何？越王这个废物！看来，我和越王在这棋盘上未能分出胜负，但现实中，我却赢了一局。雪王虽输了，但他把他们送到了独帐花谷，那里九死一生，他们已经没有出路了。我说过，我这次派来的不是一般人。既然这局我们未能分出胜负，何必把话说得这么早呢？要不我们从头开始，再来一局。想去越王那里变成石头，哪有这么痛快的死法？敢如此折辱我，必须送你们去花谷体会一下绝望的滋味，再痛苦的死去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既然你是蜂王，那你一定知道蓬莱在鼓楼的位置。我可以送你一程。你们先冷静点，听他解释。我听解释，我解释，我解释，我解释。
这里是越国，看着不像啊。残兵怎么了？不好，这空气有毒。残兵，给你，这是李轩辕给我的丹药，可以暂时遏制毒性，你快吃了。 看来这肯定不是月宫了，这个血王果然想害我们。那怎么办？血王说过，只有4王才能打开通往结界的通路。咱们想要离开这儿，就得找到这里的王。还有北洛跟风战，如果他们比我们早到的话，没有李轩辕的丹药，还是很危险的。那咱们赶紧四处找找吧，走。 我怎么感觉这里死气越来越重？就是他！就是他！就是他！你看，那里有人。你们先冷静点，听他解释。他要补充。那你们先听我解释一下行吗？消失了。 怎么这么诡异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这笛声似乎在指引我们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过去看看。 洞里和洞外完全是两副样子。残兵，先生你好，我们2个路过此地，有点犯迷糊，请问这是哪儿啊？ 这里是花谷，花谷，这里是花王的领地。正是。那敢问阁下是？我叫降，只是这花谷里的一个花匠。那您知道花王吗？我们有要紧事要找他，您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？2位原来既是客，不如随我去那儿喝杯茶，慢慢聊。请。 北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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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北洛！他中了瘴毒，你们认识他？他叫北洛师门，是我们的同伴。是你救了他，你用笛声引我们来，是为了救我们。但以我目前的能力，只能暂时帮你们压制住毒性。 维持生命罢了。看2位的面色，似乎已经找到了某些手段压制毒性了。但是很可惜，瘴毒是无解的，除非你们在限定时间内离开花谷，不然
你们二位也会毒发而亡。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我的活动范围只局限于这个小小的山洞。如你们所见，这里也是整个花谷之中唯一一处没有毒瘴的地方。祥先生，既然你生活在这花谷，一定知道离开的方法，你告诉我们吧。我虽知道，却也无用。为什么？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此地明明号称花谷，却衰草遍地，毒瘴弥漫，疾螨丛生。因为你们今日所见之花谷，并非它真正的模样，而是它在梦魇当中的样子。梦魇？没错，整个梦魇无尽循环，无边无际。从你们落入这花谷开始，便已置身其中，逃不掉，也走不出。你们看到这洞中的花草了吗？这里是唯一一处还有一点这花谷原来样子的地方。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早晚，这里也会被整个梦魇吞噬。也就是说，刚才我们在花谷里看到有人被杀，那些人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，也是这梦魇的一部分。没错。那既然说这是梦魇，如果想办法把它打破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出去了？打破梦魇确实是最直接的办法，但是却难如登天，因为这个梦魇是集月王、风王、雪王三王之神力合力而造。祥先生，难道就没有其他别的什么办法能够打破这梦魇吗？既然是梦，那就必定有一个主人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这个梦魇之主，将他唤醒，才有可能冲破梦魇。而我能帮到二位的，唯有告诉你们此刻梦魇之主的所在。那听起来挺简单的，你告诉我们吧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非也，你们最大的困难在于时间。你们先冷静点，听他解释。上一轮的梦魇已经结束，新一轮的循环即将开始。而此轮梦魇结束之时，你们，还有你们的朋友，都将死去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必须把握住。不久之后，梦魇之主会出现在花谷东南方的烟罗院，机会只有一次。你们这就去吧。还有一点，千万要注意，不论你们看见什么、听见什么，千万不能透露你们的身份和姓名，否则外来者的闯入很可能引发梦魇的混乱，使之愈发不可控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我们的同伴也拜托你了，咱们打破梦魇之后再见。祝你们好运。走。夏玲，夏玲。曹彦斌，我们还活着？当然了。那我爸……爸。夏将军，距离您当初进入如花谷楼已经过去了10年了。您女儿都已经长大了，您再仔细的看看她。
爸，我拿到了将军链。我知道你是一名继承人，也知道你是寒仙界的镇魂将。我跟你一样，也是一名继承人。你真的是玲玲？嗯，是我真的好开心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这辈子还能再看到你。对不起。爸，你别这么说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在梦魇里什么都看到了，我知道都是黄甫龙斗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夏将军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说黄甫龙斗别有目的，那他的计划又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，在我们准备前往花鼓楼的前一天晚上，忽然间听到了黄甫龙斗的谈话。谁？我被黄甫龙斗的元神力所伤，索性逃得及时。待我伤势稍稍恢复，而去往鼓楼的那些镇魂将们已经动身了，我不能放着他们不管。于是我决定追上去，将真相告知。我怕此行凶多吉少，我也怕你牵挂。我就把重要的物品都托付给了朋友。我告诉他，如果1个月之后我还没有回来的话，就让他告诉家里人，说我已经死了。本来这次参加黄甫龙斗的行动，就是在忤逆领域，我怕牵连寒仙界，就没有向界里的人透露任何的消息。玲玲，爸爸活着一世，总想做好所有的事情，可是到头来，没能做好朋友，没能当好一个镇魂将，没能当好丈夫，也没能做好一个父亲。更没能对得起任何人。不，爸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好的爸爸。玲玲，谢谢你一直还记得爸爸。答应爸爸，一定要安全的、安全的、安全的走出鼓楼。爸，爸，爸爸，爸，爸，你醒醒！爸，二位不用过于担心，
祥先生，你也从梦魇里逃出来了。他只是元神力折损，陷入濒死状态，还没有到无法回天的地步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有办法救我爸爸？其实，我不只是一个花匠。欢迎来到花谷。我就是花王。花王。当年，在未进入这鼓楼之前，我曾四处游历，设下结界，种下了一大片元皇花。这花灌注了我的神力，能滋养元神，助人吸取天地之气。我会用这片花海滋养你的父亲。现在，我就开启结界，送他过去。不出数日，他便会醒来。届时，你去空神之森寻他便可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救我爸爸。不必感谢。其实，你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自己。也是因为有了你们，我才能从这梦魇的囚笼中解脱出来。怎么会呢？你是这花谷的主人，又是四王之一，谁敢求救你呢？还能有谁？无非就是创造这梦魇的其他三王。你们不是同伴吗？他们怎么会囚禁你呢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实情况真如我们在梦魇里所见到的吗？真实的情况和梦魇不尽相同。虽然夏启峰当年追着一众镇魂将进入了鼓楼，却迟了一步，被我拦在了花谷，没能去成月宫，也因此他逃过了被月王变成石头的下场。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见到那些镇魂将。那是无尽梦魇。其他三王，他们非常憎恨人类，也因为我帮了夏启峰，惹怒了他们。可就在此时，夏启峰因为发现同伴全被变成石头之后，懊悔痛苦不已。三王就借助这份情感，制造了梦魇，将我囚禁。而夏启峰也就作为这梦魇的主人，沉睡于此。原来当年不止老妈，还有那么多人被变成了石头。总之，花王，我还是想跟你说声谢谢，谢谢你救我爸爸。此处事已了，你们也是时候下楼去见见你们的伙伴了。北路，唐兵、夏灵，你们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们没事儿，你呢？毒伤有没有解掉？已经解了。梦魇的事情我已经听花王跟我说了。这次多亏你们两个解开了梦魇，要不然莫名其妙死在梦里，那才叫冤枉。对了，夏灵，你父亲的事情我也已经知道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我爸爸，他元神力折损，差点就没救了，还好花王出手相救，我应该很快就能跟他团聚了。真好。北洛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爸爸，你也一定能救回水儿的。我们陪你一起打开蓬莱。好，打开蓬莱。你们来鼓楼是为了蓬莱？花王，我们听说蓬莱之中有能够回春万物的神力，北洛想要借助他的力量，用来愈合自己女儿碎掉的元神。愈合元神，可是蓬莱内的事物办不成此事。什么？难道蓬莱的传说都是假的？我只能说，你们来错了地方。蓬莱里是我等奉命镇守之物，绝非什么好东西。算了，看来这一趟我还是运气不好。那你呢？你是为何来鼓楼？实不相瞒，我母亲就是10年前进入如花鼓楼那批人当中的一个。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救她。那你可知，你的母亲已经被月王变成了石头？我知道，
就算被变成了石头，也会有机会变回来的，对吧？这绝非容易之事。想要破解越王的凝石之力，只有击败越王这一条路。可就凭你们，还走不到越王面前，就会被他的那双死亡之眼变成石头。或许有一人可以帮到你们二人，他既有可与越王一战之力，又可以帮助灵人重塑他的元神。是谁？是谁？蜂王。那我们去找蜂王帮忙。不可能的，对于人类的憎恨，他比越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之前，他就以奴役人类为乐，10年前更是觊觎进入鼓楼的女孩年轻貌美，夺取了人家的身体。我知道那个被夺取身体的女孩是谁，是燕悄悄。谁？蜂王，别来无恙啊！花王，你怎么会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有本事从无尽梦魇中逃出来。少说废话，本神10年之恨，今日定叫你加倍奉还。